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白日提灯迪丽热巴的红衣鬼王是黄泉路上的曼陀罗。当敦煌壁画的卷草纹邂逅哥特暗黑的冷冽，当400岁鬼王的孤寂撞上画框中神女的优雅，迪丽热巴用一张美人脸，在2026年的春天掀起了一场关于非人感美学的狂欢。她是白日提灯里黄泉路上的曼陀罗，是杂志封面上走出画框的蒙娜丽莎，更是流量时代里难得清醒的人间观察者。我的法度不可忤逆。当赫斯木垂眸说出这句台词时，冷白的发丝扫过绛红战袍上的琉璃珠，紫瞳里翻涌的是400年的孤寂。这个天生无感的鬼王，白天是怕血的柔弱孤女贺小小，夜晚是执掌幽冥的万灵之主。这种极致的白切黑，恰如一面镜子的正反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渴望被保护的小孩和一个必须强大的大人。剧组斥资打造的27套手工戏服里，那套红衣战袍镶嵌着2000克琉璃珠，每走一步都似有黄泉流水声在耳边回响。迪丽热巴说，赫斯木的孤独是没有无感却要感知世间悲欢的矛盾。这种矛盾像极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我们在信息洪流里被填满感官，却在深夜里感到灵魂空荡。当赫斯木与凡人将军缔结无感互换契约时，他握住的不仅是生的温度，更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的与世界建立真实连结的勇气。如果说赫斯木是迪丽热巴撕开的诡气一角，那杂志封面上的他则是在证明，美从来没有标准答案。2026年红袖开年刊的油画封面里，他从金色画框中探身而出。Dior 的高定礼服在光影下流淌着文艺复兴的诗意，而 Dior 盛典上的黑裙造型又瞬间切换成生人勿近的女王气场。粉丝笑称，这是鬼王下班后来走秀了。河南卫视中秋晚会上的天女散花，她身披明黄纱裙从天而降，非遗绒花在发间颤动。那一刻，观众忘了她是顶流明星，只当是嫦娥从月宫里走了出来。正如作家李碧华所说，美到极致，变成了妖。迪丽热巴的美恰恰在这种人与非人的边界游走，她可以是你我身边啃着烤红薯逛街的邻家女孩，也可以是镜头里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女。在这个人人都在喊搞事业的时代，迪丽热巴却活得像个逆行者。她会在直播里跳起鹅舞，用囊颜文和粉丝唠家常，也会在采访里坦诚，如果没当演员，我可能就在家陪爸妈吃抓饭了。这种松弛感像一股清流，冲散了娱乐圈的焦虑迷雾。有人说他不务正业，放着顶流资源不拼命捞金，也有人赞他人间清醒，在流量泡沫里守住了本心。其实迪丽热巴的人生哲学藏在他那句知足中有突破里，知足不是躺平，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拥有。突破不是焦虑，而是对热爱的事全力以赴。他为了演好打拐民警晒黑素颜，为了赫斯木反复打磨眼神戏。这种该拼时拼，该松时松的态度，才是真正的人生智慧。迪丽热巴的爆红从来不是偶然，她用赫斯木的破碎神性，照见了我们内心的孤独与渴望，用画中仙的百变风格打破了审美固化的枷锁，用清醒松弛的生活态度给内卷的时代一记温柔的反击。就像他在白日提灯里提的那盏琉璃灯，不仅照亮了归墟的幽冥之路，也照亮了我们每个人寻找自我的旅程。毕竟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镜中与自己对话，接受不完美的一面，也欣赏闪闪发光的时刻，然后笑着说，这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而迪丽热巴早已活成了那面最清晰的镜子，让我们看见，原来美可以有千万种模样，人生可以有千万种活法。